在北极8.8米厚的冰层下，一艘美军核潜艇想要破冰而出。一连尝试了数次后，核潜艇不但没有破开冰面，反而撞到了冰山。眼看潜艇即将散架，艇长决定用鱼雷炸开冰层。可就在艇员装填鱼雷时，无意间发现鱼雷管正在渗水。艇员想都没想，便拿起扳手准备对其进行维修。但下一秒，得知鱼雷舱进水，艇长立即下令关闭所有舱门，并且启动辅助设备抽水入海。然而由于舱门迟迟无法关闭，导致海水不断涌入，核潜艇很快便失去平衡，向着海底急速坠去。危急时刻，艇长立即命人向鱼雷舱注入空气，以减缓海水涌入的速度。巨大的气压以及冰冷刺骨的海水，让鱼雷舱的艇员痛不欲生，其余艇员也被吓得魂飞魄散。但他们除了祈祷别无他法。此时潜艇已经下潜至300米，如果不能尽快关闭舱门，随时都会发生内爆，到时所有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艇员终于将舱门关闭，潜艇也停止下沉，开始上浮。那美军为什么会跑到这鸟不拉屎的北极？原来不久前苏联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，上面搭载了一台高清摄像机。据说这台摄像机可以在300公里外的太空将地球上的一草一木拍得一清二楚。美国的军事基地也被尽收眼底，但苏联在回收卫星时不小心发生了意外，装有胶卷的太空舱落在了寒冷的北极。巧的是这附近正好有一个英国科考站，也不知道英国人是怎么想的，竟然同时向美苏两国发出了信号。收到消息，美国海军立即派了一艘核潜艇，无论如何也要赶在苏联人之前找到太空舱，并且将其销毁。可让美军没想到的是，他们刚到地方便发生了意外，还差点全军覆没。好在声纳很快便探测到附近有一处薄冰，艇长立即下令潜艇上浮。但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。零下66度的大北极，一艘美军核潜艇正破冰而出，艇员立即发射了2枚信号弹，想要和科考站的人取得联系，结果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由于此地距离科考站还有好几公里，美军只能顶着暴风雪徒步前进。为了防止掉进冰缝，他们用绳子将身体绑在一起，可即便这样，危险仍然无处不在。队友见状连忙展开救援，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这里的裂缝竟然会自行合拢，如果不能尽快将人救出，那么他们就会被夹成肉饼。好在所有人齐心协力，终于在最后一刻将其救出。与此同时，美军核潜艇也受到了冰块的挤压，艇长无奈只能让潜艇下潜。一番长途跋涉过后，美军终于发现了英国的科考站，但这里好像刚被人焚烧过。美军立即小心翼翼地戒备起来，他们在其中一个帐篷里发现了几名奄奄一息的幸存者，但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这里发生了爆炸。队长琼斯立即命人在冰面上钻了个洞，放入声纳设备为潜艇提供位置信息。随后所有美军立即对营地展开搜索，但他们将这里翻了个底朝天，也没能找到苏联的太空舱。很快美军潜艇便赶到营地，巧的是暴风雪也在此刻突然停止，雷达显示数架苏联战机正向着他们快速飞来，预计17分钟后抵达。艇长立即命令所有艇员进行地毯式搜索，务必赶在苏联人到达之前找到太空舱。眼看时间已经过半，结果却没有任何发现。队长琼斯顿时有点懊恼，气得他开始砸酒瓶出气。不料无意间在油箱中发现了太空舱的信号接收器，他连忙跟着信号向外走去，但下一秒便被人用铁棍打倒在地。来人正是潜伏在美军潜艇上的苏联特工，之前的潜艇进水就是他的杰作。特工立即拿起信号接收器，准备去寻找太空舱，却不想士兵小黑突然出现，看到身份已经暴露，特工立即命令小黑放下枪，否则就杀死队长。面对苏联特工的威胁，小黑只能乖乖就范，但他并没有任人宰割。趁着对方不注意，小黑迅速捡起地上的铁棍，和对方扭打在了一起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刚才被打晕的队长突然醒过来，看到小黑手里拿着铁棍，他以为小黑就是偷袭自己，于是连开3枪将其击毙。听到枪声，艇长等人立即赶到。苏联特工为了不让自己的身份暴露，主动交出了信号接收器，并且成功找到了装有胶卷的太空舱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大批苏联伞兵从天而降，2名美军士兵正在用氧气焊对北极的冰层进行灼烧，因为冰里藏着的是装有美军基地布局的高清卫星照片。经过不懈努力，苏联太空舱终于被成功取出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大批苏联伞兵从天而降，并且将他们团团包围。苏联长官态度十分强硬，表示这是他们国家的东西，要求美军立即交出，否则就会将其引爆。美军艇长见对方人多势众，于是便采用拖延战术，偷偷命人将太空舱里面的胶卷换掉，随后极不情愿地将其交给苏军。苏军长官拿到太空舱正准备离去，不料特工突然拉开拉链，提醒对方胶卷已经到手。苏军长官立即下令展开攻击，伴随烟雾释放，现场顿时乱成一团。苏联特工想要趁机回家，却不想队长突然杀出，2人随即扭打在了一起。听到枪声，美苏双方同时开火，双方长官立即下令停止射击，但还是晚了一步。待到烟雾散去，苏联特工已经倒在地上，胶卷也已经被队长琼斯抢走。
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，庭长让琼斯将胶卷还给对方。琼斯虽然不愿，但还是照做。确认无误后，苏联长官立即命人将胶卷绑上气球送到半空，然后让自家战机前来接应。眼看飞机即将靠近气球，却不想庭长突然掏出了一个引爆器。这个引爆器是庭长在油箱中无意间发现的。伴随剧烈爆炸，装有高清照片的胶卷瞬间变化为乌有。苏联长官虽然很愤怒，但也只能就此作罢。因为美苏双方眼下正在进行冷战，谁也不想把事情闹大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双方对外一致宣称，这是两国合作的一次救援任务。《大北极》是1968年上映的一部美国电影，虽然是66年前的制作，但放在现在来看依然不过时。喜欢的朋友可以看看原片。